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John Kenneth Galbraith 的1929年大崩盘。John Kenneth Galbraith 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作家，曾任美国驻印度大使，也为多位美国总统提供过经济政策建议。他的写作很少把经济现象只写成数字和模型，而是习惯把市场、企业、政府、公众心理和时代氛围放在一起观察。也正因为长期在学术研究、公共政策和现实经济之间往返， Galbraith 的文字常常带有一种现场感。经济问题不是只发生在报表上，也发生在人和机构怎样互相影响的过程里。1929年大崩盘一书中， Galbraith 回看的不只是崩盘当天的混乱场面，而是20世纪20年代末那场投机狂热如何一步步积累，真实繁荣怎样被解释成永远上涨，信用和杠杆怎样把乐观变成压力，投资信托怎样把风险包装成专业，权威又为什么常常在泡沫还赚钱时迟疑不决。泡沫最难识别的时候，往往不是故事完全荒唐的时候，而是故事里确实有一部分真实的时候。汽车、电气化、消费扩张、生产率提升都是真实变化。问题在于，市场会把真实变化继续推导成过渡价格，把上涨本身当成判断正确的证据。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从20世纪20年代美国那场看上去有充分理由的繁荣开始，看看投机为什么会先显得合理，再一步步变成无法承受的脆弱结构。如果把20世纪20年代美国只看成一场疯狂投机，就会漏掉最关键的前提，那时的繁荣并不是完全虚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工业能力持续扩张，流水线生产让汽车更快进入普通家庭，电力从工厂延伸到城市生活，收音机把新闻、广告和娱乐带进客厅，消费信贷也让更多人提前购买耐用品。20年代不是一片空心泡沫，它确实让很多美国人感到生活正在被新技术和新消费方式重新塑造。这种感觉有现实基础。20世纪20年代，美国汽车工业已经成为带动钢铁、橡胶、玻璃、石油、道路建设和郊区生活的重要力量。收音机也不是小众玩具，到20年代末，美国已经有接近1000万台私人收音机。从1922年到1929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接近40%，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这样的环境里，乐观并不显得愚蠢，反而很容易显得有事实支撑。问题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真实进步会给价格上涨提供第一层理由，但市场很快会把这层理由继续往前推。汽车销量增加，可能说明汽车行业变重要；电力普及，可能说明生产效率提升；广播兴起，可能说明消费社会扩张。可这些判断再往前走一步，就会变成另一种说法：既然经济进入了新阶段，过去的估值尺度也许已经不适用了；既然企业利润还会增长，今天看起来很高的价格也许并不高。投机最容易伪装成理性的时候就在这里，他不需要一开始就否认事实，只需要把事实推得太远。真实繁荣让人愿意相信价格上涨，价格上涨又让人觉得自己看懂了真实繁荣。这样一来，风险并不是被直接否认，而是被放进一个更好听的解释里。这是新时代，这是效率提升，这是美国商业力量的自然结果。所以1929年前的市场并不是在真空中狂热，它站在真实变化上，只是把这些变化压缩成了一个过度简单的结论：既然美国经济正在变强，那么股票价格继续上涨也应该是合理的。理解这一点，才能看懂后面更危险的循环。真实繁荣给了市场第一层理由，但让投机变得有力量的是上涨开始自我证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1921年8月的大约63点，上涨到1929年9月的381点，8年多时间里涨了约6倍。
这个数字放在当时，不只是纸面上的指数变化，它会改变投资者说话的方式，也会改变旁观者理解市场的方式。一个人如果在1923年觉得股票太贵，后来发现市场继续上涨，在1925年觉得风险已经很高，又发现价格还是在继续上涨，到1928年、1929年，原来的谨慎很容易被现实反复嘲笑。市场不是用理论说服他，而是用持续上涨一点点削弱他的怀疑。每一次新高都像在提醒你，担心的风险没有发生，别人相信的繁荣正在兑现。这时价格就不再只是交易结果，它会反过来变成一个论据。既然股票一直涨，说明企业前景确实好，既然企业前景好，说明现在的高价还能被未来利润消化，既然未来利润还会增长，那么继续买入就不是赌博，而是提前站到正确方向上。这个循环很危险，因为它把已经涨了悄悄替换成应该继续涨。上涨还会改变市场里的社会压力。早一点买入的人赚到了钱，会成为身边最有说服力的案例。犹豫的人看见别人赚钱，会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太保守。原本对股票没有兴趣的人，也会被迫关注一个越来越难忽视的问题：如果这么多人都在赚钱，自己不参与，是不是错过了时代？在这种环境里，反对意见并不会立刻消失，但它的分量会变轻。风险提示听起来像抽象原则，账面盈利却是每天都能看见的事实。估值、利润、信用、流动性这些问题都需要停下来慢慢分析，价格上涨却简单、直接、醒目。对大多数人来说，眼前的价格比复杂的风险解释更容易相信。投机泡沫的合理化往往就是这样完成的。不是所有人都同时接受一套完整理论，而是上涨本身不断替乐观观点加分。价格越涨，故事越顺，故事越顺，资金越愿意进来，资金越愿意进来，价格又更容易继续上涨。等这个循环运行足够久，市场就不再只是相信繁荣，而是开始相信，怀疑繁荣的人才是不懂时代的人。当真实繁荣和价格上涨互相强化，投机就会换一副面孔。它不再像单纯的赌博，而更像一种顺应时代的判断。这也是20年代末美国市场最迷惑人的地方。参与者并不一定觉得自己在赌明天还有人接盘。很多人相信自己看到的是一个新的商业阶段，企业规模更大，生产效率更高，消费市场更广，管理方式更科学，金融工具也更发达。只要这些变化继续推进，股票价格就好像还有理由继续站在更高的位置。这种语言会一点点改变风险提示的处境。以前提醒价格过高，可能被理解成谨慎，在持续上涨的市场里，同样的话却容易被理解成不懂进步。一个人如果说估值已经很贵，旁边马上可以有人反问，过去几年也是这么说的，可市场不是照样涨了吗？如果有人担心借钱买股太危险，也可以有人回答，只要经济继续扩张，资产价格继续上升，借来的钱就会被上涨覆盖。1929年10月，耶鲁经济学家 Irving Fisher 曾公开表达过非常乐观的判断，认为股票价格看起来已经站上一个持久的高位平台。这不是普通的市场传言，而是来自一位严肃经济学家的公开判断。长期上涨之后，连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人也可能把高价格理解成新现实，而不是风险信号。这里不需要把问题简化成某个人过于自信。当市场持续奖励乐观，很多人都会变得更愿意相信乐观解释。媒体需要解释上涨，投资者需要解释收益，经纪商需要解释交易热情，企业和金融机构也愿意相信繁荣能继续。于是风险不是没人看见，而是每一次风险都能被更顺耳的故事重新包装。这种包装一旦完成，投机就会显得很体面。它可以被叫做参与美国繁荣，可以被叫做分享企业成长，可以被叫做理解新时代，也可以被叫做相信现代金融。
更危险的地方，不是市场里没有聪明人，而是聪明人也会在持续上涨中找到足够多的理由，让自己继续相信上涨。此时，泡沫的第一层结构已经形成，真实繁荣提供理由，价格上涨提供证明，时代叙事压低怀疑。风险不再只是停留在想法里，只要信用、杠杆和金融产品进入这套循环，乐观就会从一种判断变成一套可以扩张的市场结构。乐观如果只停留在想法里，最多只是判断偏差。一旦这种乐观让投资者愿意借钱买股，它就会变成真实买盘，继续把价格往上推。20年代末，很多人买股票并不是全部使用自己的现金，更常见的做法是开设保证金账户，自己先拿出一部分钱，剩下的部分由经纪商垫付。股票买入以后，股票本身又成为贷款的抵押品，只要价格继续上涨，这套机制就显得特别诱人。投资者不用拿出全部本金，就能控制更大的股票头寸，账面利润被放大，自信也会被放大。保证金交易最会迷惑人的地方，是它会改变人对自己判断能力的感受。假设一个人用自有资金买股票，股价上涨 20%， 他会觉得自己判断不错，但如果同样的价格上涨发生在借钱放大的头寸上，他看到的收益率就会更夸张，很容易被理解成自己更敏锐、更果断、更懂趋势。这种感觉在持续牛市里很有诱惑力，因为每一次上涨都会同时证明两件事：买股票是对的，借钱买股票也像是对的。原本应该被看成风险来源的债务，反而被包装成提高资金效率的工具。越是上涨，越容易觉得不借钱才是保守，越是有人靠保证金账户赚到钱，越多人会觉得这种做法已经被市场验证。但保证金账户真正危险的地方，是它不只会在上涨时放大利润，也会在下跌时逼投资者卖出。股价下跌时，抵押品价值缩水，经纪商会要求投资者追加现金或更多抵押品，如果补不上，就只能卖出股票还钱。也就是说，普通持仓可以选择忍受波动，保证金持仓却可能在最不想卖的时候被迫卖出。这就是杠杆把乐观变成压力的方式，它不是简单让人买的更多，而是让市场在下跌时多出一股机械性的卖出力量。只要价格跌到一定程度，原本相信长期繁荣的人也会被账户规则推着离场。风险不再只是心理问题，而变成了合同、抵押品和还款要求共同制造的压力。20年代的保证金贷款规模已经足够大，经常超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的1/10，有时甚至更高。市场里的乐观已经不只是口头乐观，而是写进了借贷关系里。价格继续上涨时，这些借贷关系会让繁荣看起来更强。然而，一旦价格开始反向运动，同一套关系也会让下跌更难停住。保证金交易表面上发生在投资者和经纪商之间，但经纪商的钱也不是凭空来的，它背后连接着一个更大的资金市场。在20年代，经纪商为了给客户提供保证金贷款，需要从银行和其他资金来源借钱。很多贷款是短期的，可以根据市场利率和资金需要不断调整，也可能被出借方收回。资金从银行、企业、投资信托和其他机构流向经纪商，再通过保证金账户流向股票市场。这样一来，一个普通人借钱买股就不再只是一个普通人的选择，而是被纳入一条更长的信用链。这条链条在繁荣时期看起来很有效率，股票价格上涨，抵押品价值上升，经纪商愿意继续放款，贷款利率有吸引力，资金提供方也愿意把钱放进经纪商贷款市场，投资者看到市场继续上涨，更愿意扩大头寸。每一方都有自己的理由，每一方看起来都没有单独做出荒唐决定，可这些理由连在一起，就会让更多钱追逐上涨的股票，更多上涨又支持更多贷款。
20年代的经纪商贷款市场已经是当时美国金融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短期资金市场之一。相关资料显示，贷款来源并不只限于纽约本地银行，还包括美国其他地区银行、外国银行、公司资金以及投资信托。它像一条把各类闲置资金引向股市的通道，把原本分散的资金需求和股票投机连接在一起。这里的关键不是说每一笔贷款本身都有问题，短期融资、抵押贷款和证券交易在金融市场里并不罕见。问题在于，当抵押品本身就是不断上涨的股票时，信用判断会被价格走势污染。股票涨，抵押品看起来更安全，抵押品看起来更安全，贷款就更容易扩张，贷款继续扩张，又让股票市场获得新的买入力量。这套机制最容易被低估的地方，是它把风险从投资者个人账户推到了资金系统内部。一个投资者亏钱，原本只是个人损失，很多投资者借钱买股，亏损就会影响经纪商，经纪商背后还有银行和其他资金提供方，这些资金提供方又会根据市场波动重新调整贷款。等到价格上涨时，所有人都觉得这条链条运转顺畅，等到价格下跌时，每一环都会开始重新计算安全边界。所以投机泡沫进入这一层以后，已经不只是很多人看错市场，它变成了资金如何被组织、抵押品如何被估值、短期贷款如何滚动的问题。只要上涨还在继续，这个系统会不断把乐观翻译成更多购买力，一旦上涨停住，同一个系统也会把怀疑翻译成收缩、催款和抛售。当保证金和经纪商贷款把资金推向股市，另一类产品又给投机披上了更专业的外衣——投资信托。投资信托大致可以理解为一种集合投资工具。普通投资者把钱交给信托公司或投资公司，由专业管理人集中买入股票和证券。听起来，这比个人自己追逐热门股票更稳妥。它有管理人，有投资组合，有分散持仓，也有一整套看上去更现代的金融包装。对很多不想自己研究个股的人来说，这种产品很容易显得比直接炒股更可靠。20年代末，投资信托的增长非常快。资料显示，1928年美国新设投资信托大约180多家，1929年又有260多家。新发行的证券规模也迅速膨胀，从1927年的几亿美元级别增长到1929年的数十亿美元级别。这样的速度本身就说明市场需求已经不是单纯买几只股票，而是在寻找一种看起来更专业、更省心、更能参与繁荣的入口。问题在于，专业外壳不等于风险消失。很多投资信托并不是简单的把投资者的钱分散到一篮子股票里。一些信托会使用借款，会买入其他投资信托的股份，也可能让自己的股票价格远远高于实际持有资产的价值。这样一来，投资者以为自己买到的是分散和管理能力，实际可能买到的是同一轮牛市里的多层杠杆和溢价。高盛交易公司 Goldman Sachs Trading Corporation 就是当时常被提到的案例。它在1928年底成立，上市初期就受到市场追捧。这样的公司在繁荣时期很容易获得光环，背后有知名金融机构，形式上是专业管理，投资者又能通过它参与更大的市场机会。可一旦底层股票价格下跌，原本被包装成专业和分散的结构，也会暴露出对同一个市场方向的依赖。投资信托最迷惑人的地方，就是它让风险看起来被处理过。个人买股票，旁人还能提醒他太集中、太冲动。购买投资信托时，风险会被专业管理、分散投资、现代金融这些词盖住。可如果投资组合里的资产普遍高估，如果信托自身又有溢价和杠杆，那么分散并没有把风险分散出去，只是把风险装进了一个更难看懂的结构。此时，
个人乐观已经被制度化。保证金账户让投资者用借来的钱扩大头寸，经纪商贷款把这类头寸连接到资金市场，投资信托又把参与繁荣包装成专业投资。泡沫已经不再只是街头巷尾的赚钱故事，而是被账户制度、贷款市场和金融产品共同支撑起来。当价格反转时，压力不会只停留在一部分投机者身上，而会沿着这些结构一层层传导出去。当乐观已经通过账户制度、贷款市场和金融产品被放大，市场内部就会出现一个更棘手的问题：谁能在赚钱还在发生时真的踩下刹车？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Federal Reserve System 并不是完全没有看见投机风险。1929年前后，围绕经纪商贷款和股市投机，政策层面已经有过警告和约束尝试。问题在于，泡沫中的制动从来不是一个纯粹技术动作。只要价格还在上涨，任何收紧信用、限制贷款、提醒风险的动作都很容易被市场理解成对繁荣的干扰。这就是权威在泡沫里最尴尬的位置。什么都不做，风险会继续累积，做得太重，有可能被指责为亲手刺破繁荣。银行家、监管者、交易所人士和市场评论者面对的不是一个已经明牌的灾难，而是一场仍然能赚钱、仍然能解释、仍然有很多人相信的繁荣。此时，警告不一定显得清醒，反而可能显得扫兴。1929年3月，市场一度承压。当时，纽约国民城市银行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Charles Mitchell 表示可以向市场提供2500万美元资金，用来支持短期拆借市场。这类动作在当时很容易被看成稳定信心的表现。它传递出的信号不是风险正在扩大，而更像是市场背后仍有力量可以拖住。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类似的场景再次出现。股价急跌时，几位重要银行家聚集商议。Richard Whitney 随后走进纽约证券交易所，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买入美国钢铁股票，试图向市场传递秩序仍在、信心仍在的信号。短时间看，这种动作确实能压住恐慌，让人觉得有权威力量正在接手局面。但这里的关键恰恰在于，托市和制动不是一回事。托市是在下跌已经出现时努力恢复信心，制动是在泡沫仍然顺利时减少脆弱性。前者更容易获得掌声，因为它看起来是在保护市场；后者更容易招来反感，因为它会打断正在赚钱的人。等到下跌真正开始，权威能做的往往只是争取时间，却很难立刻拆掉之前积累起来的杠杆、贷款和过度信任。这也是为什么泡沫中的权威沉默或安抚不能被简单理解成风险不存在。很多时候，权威也被同一套市场语言包围，不能破坏信心，不能制造恐慌，不能让繁荣突然停住。可如果繁荣本身已经依赖不断扩张的信用和不断强化的预期，维持信心就会变成一件危险的事。它短期内能让市场平静，长期却可能让脆弱性继续堆高。真正的崩盘不是价格从高处落下来这么简单，而是原来支撑价格的几套关系同时反过来。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交量达到当时罕见的高位。当天早盘的抛售让市场明显失控，银行家入场稳定信心之后，恐慌一度被压住。这个短暂缓和很重要，因为它说明市场还在试图相信，只要足够有分量的人出手，秩序就能恢复。但后面几个交易日，市场承受的压力并没有消失。10月28日，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接近 13%。第二天，黑色星期二，又下跌接近 12%。这样的连续下跌，打破的不只是价格水平，也打破了前面几年形成的信念：下跌只是暂时的，强大资金会拖住市场，股票最后总会回到上涨轨道。保证金账户在这时开始发挥反向作用。
上涨时，保证金让投资者用更少本金控制更大头寸；下跌时，同样的结构会把亏损放大，并触发追加保证金要求。投资者原本可能还想等待反弹，但账户规则不会等情绪恢复。如果补不上资金，就只能卖出股票。一个人的卖出会压低价格，价格下跌又会触发更多人的保证金压力，新的卖出继续压低价格。流动性也在这一刻改变含义。牛市里，投资者觉得市场总有人买，股票随时可以卖出；恐慌里，人们突然发现，想卖的人越来越多，愿意接的人却在退后。过去被认为安全的抵押品，价格越跌越不安全；过去被认为灵活的短期资金，开始变成催促还款的压力；过去被认为可以稳定局面的权威，也开始显得力量有限。更深的变化发生在心理层面。上涨阶段，投资者最怕的是错过机会；下跌阶段，最怕的是来不及离场。同一群人，同一套账户，同一个交易所，方向一变，行为也会快速反转。原来用来解释上涨的故事开始失去说服力，原来支持借款买入的抵押品开始缩水，原来可以安抚市场的话语开始被价格下跌不断否定。这就是连锁崩塌的核心。它不是某一天坏消息突然砸中市场，而是一个依赖上涨维持的结构在下跌中失去平衡。价格跌，抵押品变弱，抵押品变弱，催款增加，催款增加，卖出增加，卖出增加，价格继续跌。市场从自我证明的上涨转入自我强化的下跌。前面几年积累的乐观越多，杠杆越深，信心越一致，反转时产生的踩踏就越难控制。危机结束以后，人们总想找到一个简单答案：是谁造成了崩盘？是哪一天出了问题？是哪一条政策失误？是哪一群投机者太贪婪？这种问法很自然，因为单一原因最容易讲，也最容易让人安心。如果崩盘只是某个坏人、某次错误决策、某一天恐慌造成的，那么问题似乎就比较容易处理，抓住坏人，修正政策，避免同一天的错误，下次就安全了。可1929年的困难正在于，它并不是这样运行的。真正需要放在一起看的是前面几层条件怎样互相叠加。20年代美国确实有真实繁荣，汽车、电气化、消费扩张和生产率提升，让市场有理由相信企业前景正在改变。股价持续上涨，又把这种理由不断强化，让越来越多人觉得高价格不是风险，而是新现实。保证金交易和经纪商贷款把这种判断变成信用系统里的风险，投资信托再把参与繁荣包装成专业管理和分散投资。权威和监管的迟疑也要放在这条链条里理解。并不是所有人都完全看不见风险，而是当风险还被上涨遮住时，提前制动很难获得支持。警告容易被看成保守，收紧信用容易被看成破坏繁荣，托市和安抚又会让市场继续相信有人能够维持秩序。等价格真的反转，前面每一层曾经支撑上涨的条件都会变成下跌时的压力来源。这也是为什么单一归因会遮住真正的问题。只说人太贪婪，会忽略真实繁荣如何提供理由；只说市场太疯狂，会忽略信用和金融产品如何放大脆弱性；只说监管没做好，会忽略泡沫中制动为什么困难；只盯着10月29日，会忽略那一天之前已经有多少结构性压力被积累起来。把这些条件串起来看，1929年就不是某个单点错误造成的事故，而是一套繁荣机制反向运转后的结果。真实变化被过度解释，价格上涨变成证据，借来的钱放大头寸，短期资金推高购买力，复杂产品包装风险，权威安抚延缓警觉。等下跌开始，这些原本支撑繁荣的力量会同时转向另一边。崩盘不是脱离繁荣突然发生的，它正是从繁荣内部长出来的脆弱性。如果说这场股灾留下的教训有什么特别之处，
就在于它并不只是告诉人们市场会跌，市场当然会跌，价格当然会波动。更值得警惕的是，当上涨看起来越来越有道理，风险往往也会越来越难被看见。真正危险的不是没有人谈风险，而是风险已经被成功、专业、信用和时代叙事包装起来，直到价格反向运动才重新显露出来。1929年大崩盘不是一本简单记录股灾的书，它写的是一场泡沫怎样从看起来合理的繁荣里长出来，又怎样在信用、杠杆和信心反转中变成无法承受的压力。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提醒我们，崩盘之前很多东西看起来并不像危险。真实技术进步会让乐观有事实基础，价格上涨会让乐观看起来不断被验证，保证金和经纪商贷款会把这种乐观放大成购买力，投资信托会把风险包装成专业和分散，权威的安抚又会让更多人相信秩序仍然稳固。所以泡沫并不总是靠荒唐口号维持，更常见的情况是它借用真实变化，借用专业语言，借用信用扩张，借用成功经验，让越来越多人觉得上涨本来就应该继续。等到价格反过来，前面那些支撑繁荣的条件才会露出另一面，杠杆变成催款，流动性变成拥挤出口，信心变成恐慌，复杂结构变成看不清的风险传导。判断繁荣时，不能只看它有没有真实基础，还要看价格、信用和叙事有没有把这些基础推到无法承受的位置。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创富的奇迹，只希望通过分享全球经典好书，用逻辑武装你的财富大脑，陪你在投资和认知的路上慢慢变富。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启发，还请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相信你的每一次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会让更多人能在这片认知的迷雾中看清真相。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更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见。